烈海王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宫本武藏的斩击竟然如此恐怖，即便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使出削力，可依旧无济于事，最后只能被宫本一刀劈成了两半。此时面对向自己一步步逼近的宫本，烈海王的内心却没有丝毫动摇。下一秒，宫本武藏大喝一声，挥刀就向着烈海王暴冲而来，势必要将烈海王一刀劈成两段。速度之快，烈海王根本来不及躲闪，只能被宫本的大刀正正的劈中面门。见此一幕的众人全都不由为烈海王担心起来。然而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却并未出现，在最后时刻，宫本手下留情了，但这样的行为却彻底激怒了烈海王。他质问宫本这一刀为何不斩下，难道是看不起自己？见此，宫本也领会了烈的意思，于是便对着烈海王狠狠的一刀劈下。可烈海王的身体却突然在空中飞速的旋转起来，紧接着更是一脚直接踢在了宫本的小脸上。宫本被这一击踢得整个人都倒飞出去，现场的观众们瞬间沸腾了。此时倒在地上的宫本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。见此，烈海王也准备给予他最后一击，而这也是他对宫本最大的尊重。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烈海王的假想，宫本根本就没有失去战斗能力。他用腰带将烈的四肢牢牢地捆住，眨眼间烈就被捆成了一个粽子。宫本将此招命名为神术，在他看来，生死较量中从不存在偷袭之术。由于烈海王的一时大意被宫本反制，此刻烈海王已经输了，但这种屈辱的落败却远比被一刀两断更让他难以接受。烈海王怒吼着让宫本一刀斩断自己，然而宫本却表示，现在的烈海王就连被斩的资格都没有。听到这话的烈再也绷不住了，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。随即宫本来到武器堆前，他拿起了从德川那里借来的太刀。对他来说，无论是何种卑鄙的战术，在生死交战中都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手段罢了。随后宫本对着烈海王的背后一刀挥下，恐怖的威力将一旁的大刀都直接斩断。此时宫本也决定对烈海王使出自己的斩击，然而当这一刀劈下后，被斩断的却只是束缚住烈海王的腰带以及他的发束。此时宫本也感受到烈